2022年8月，我在登一座雪山，攀爬了8个多小时后，呼吸都很艰难。去往峰顶的这段路，好像无比漫长。小时候的8月是什么样，已经模糊了。清晰记得的是，17岁那年，最炙热、最青春的8月。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戏剧学院。大学毕业后的10年里，关于8月的很多记忆，都和一个地方有关——横店，中国最大的影视基地。那里每天有几十个剧组同时开工，数十万名大大小小的演员都渴望着幸运降临。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在40度的高温下，在4、5层戏服和闷热的头套里，全力以赴。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一切会在2021年8月戛然而止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网络风暴后，我被迫离开了演艺事业。曾经有无数次，我这样向观众介绍自己：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但是，随着所有作品下架，过去的全部努力和成绩都被抹去了痕迹。现代人习惯上网搜索一个人的名字，去认识他。当别人再问起我的名字，我会难以启齿。网上充斥着大量关于我的不实信息，那些恶意扭曲也彻底打碎了我的现实生活。甚至张哲瀚3个字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出现。虚拟世界强加的污名让我如在深渊，寸步难行。人生中登上的第一座雪山，冷峻而美丽，像是一声召唤。我想，那就继续出发吧，去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，去见见我自己。8月的香格里拉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雨，很多时候是午后来的。前半日太阳照得猛烈，后半日雨水就淅淅沥沥地落在石板路上。这些石板路上，据说有1000多年前的马帮留下的马蹄印。独克宗古城原先是茶马古道上一个热闹的镇子，现在依旧人来人往。我以前来过这里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我要去见一位陌生的朋友。邓朱老师在吗？他还没来，还没来，还没来是。他还没来上班。你就是邓朱老师吧？开玩笑，来走走走，这些的来，这些的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接下来呢，白人给大家献上就是白民族的藏传佛教音乐。康巴的弦子让你写的
世界和平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弦子，听到弦子的声音。乐器总是让我有天然的亲近感，所有的音乐好像都有一种魔力。2年前，把我从精神绝境中拉出来的，就是音乐。那时我每天待在家里，不敢出门，不敢见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学习弹吉他。音乐就像是一个会永远陪伴着我的不离不弃的朋友。邓珠老师，就是一般你们做弦子的这个木头会用什么木头？听老人说是柳树跟那个核桃木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邓珠老师，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把弦子是什么时候吗？第一把弦子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放牛回来的时候，我亲哥给我做了个这么小的一个弦子。那我第一次见着那个是特别的高兴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当中最高兴的一个事情。这样可以吗？插不进去了。可以，可以啊。可以。 OK。所以弦子它的声音就是越拉越好，就每天都要拉了个它的声音就慢慢就出来了。这个弦子它这根弦是用什么做的？马的尾巴。 邓珠老师是什么时候来香格里拉的？我是03年，今年就20年。啊，今年正好20年。我刚刚听您说，就之前香格里拉有一场大火嘛，把你之前的弦子吧也烧了。是第一个弦子吧？是。对，那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艰难吗？那是挺艰难的。也好不容易就那个。邓珠老师说，他的第一家酒吧，在2014年1月香格里拉的那场大火中。 烧的只剩下几根房梁，但2个月后，他又开了第2家酒吧，并且用快乐来命名。我只会拉弦子，其他的我都不会。人生的最好的就是用自己的爱好去工作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。我喜欢去草原上喝茶、拉弦子，所以你看我们。 见着的都不是人，是牦牛什么这样的。我觉得大城市里面还是可能上好的方面也很多，但是还是喜欢自由，对，快乐的这样。然后和大自然，然后能够在一起，融入在一起，然后泡茶，喝点茶，是每天都是，生活就是这样嘛。 人生应该最幸福的就是这个，是。在废墟上重建，不是容易的事儿。经历过了才知道，灾难中失去的，不只是苦苦奋斗的成果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在坍塌。 好在，邓珠老师一直有弦子，我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音乐。都说香格里拉是世外桃源，音乐。 又何尝不是心灵的世外桃源？只是，它离我们很近，
只要还有音乐，生活好像就可以重新开始。邓柱老师，今天要出发了。哦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那就下次见了。下次见。啊，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联系。OK， 嗯我再来看您的表演，好的，好的跟。您学习。好，谢谢，拉弦子谢谢。那一路上平安 OK，健康，扎西德勒，主要是世界和平。世界和平。 OK，扎西德勒，大洋吧，行。啊，哎呀，要慢点啊。好嘞，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往香格里拉的西北方向走，经过金沙江大拐弯，接下来就见到了梅里雪山。像传说中一样，端庄、神圣。2023年的8月，就这样开始了。骑行是我多年的爱好。21岁时，我曾经骑行了近1个月，2000多公里，到达拉萨。这一次，目的地还是拉萨。我32岁，年纪长了，但反而有点弄不清楚，这世界到底怎么了。山上的风吹过来，路上的泥点溅起来，都让我有久违的真实感。上路以来，可能是劳累的缘故，每晚我都睡得很踏实。一觉醒来，好像是进入了一个仙境。笼罩在雾气里的村庄叫丘纳统。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Hi。今年你几岁了？78。状态这么好。进村只有一条路，走在这条路上，人突然轻松了起来。Hello，哥哥，你要抽一个吗？哦。你喜欢哪个球星？那个东契奇。东契奇。嗯。你啊？啊，我喜欢韦德。你喜欢韦德？啊，对。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？我是07年。东契奇我可以理解，但没想到跟我一样喜欢韦德的人，比我小了整整16岁。06年韦德拿总冠军的时候，这个小哥哥还没出生呢。弟弟是哪一年的？我10年。10年的。那你们平时，你们哥哥弟弟，你们会不会打架？啊，打过吧？弟弟会跟哥哥打架吗？嗯。打完架以后会不会就很快和好？哦，会的。会的。会的哈。会的。打完架就被父母揍多了，就习惯了。一般谁为大壮？我为大壮。他为。我更关心大壮一点。我更关心。那说明哥哥更有责任感一点，弟弟就喜欢跟大壮玩。也是。弟弟，你以后想要做什么职业呢？职业设计师。设计什么？房子呀，那个建筑的，想来打造一下，这边。想把村子建设得更漂亮。是。那哥哥呢？想成为什么样的职业？我想考上大学，然后我想打那个 CBA 联赛吧，就是大学联赛。2、3、2，连续，那只脚1转过去，1，最后再另一条腿，协调。
先这样，先做这个，这样子就是有节奏了。1、2、3、4 ，OK。那我们再换。看到他们，就像看到很多年前的自己。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家楼下也有一个篮球场。每次我都会练到所有人都走了，只剩下路灯还陪着我，我就照着影子去练习。好，加油！当年，我就在江西最小的地级市新余，做过离自己很远很远的梦。不仅仅是篮球梦，还有当演员、当歌手、上舞台的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其实是个被命运眷顾的人。这些梦想，居然都一个一个的实现了。我初中3年都没好，所以我只能去第2好学校，第1好学校去不了。现在只有弟弟能去。那你为什么只相信弟弟一定能考上最好的？一起去。那没考上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到了。到了。嗯。独木桥好像被冲走了。就是这里本身是有个桥，过去是不是？对，这里以前有一座桥，然后我们经常从这边过去，但是这几天雨下得很大，可能被冲走了。哦。跟着小哥俩去他们的神秘基地，让我想起了很多少年时代的事儿。那些和兄弟们分享的秘密，那些天真大胆的时光，横冲直撞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想去试试。真的很想念那个我。弟弟，来，我们先拉。好，弟弟，把中间拉过来，我们要确保是个半圆。OK，可以，够，差不多够长。OK，够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摆成一个半圆，摆成一个圆。OK。来，那边保证它是个圆。我能做的很有限，这些基本的游戏规则，还有真心的鼓励，希望对他们有点帮助，也希望有一天，被认真呵护过和祝福过的梦想，都会得到眷顾。我来帮你拿。哎，好球！你们俩要继续加油啊！建筑设计师，加油啊！好的。篮球选手，加油啊！你也要抱抱是吧？你也抱抱。梦之所以人人向往，也许不仅是因为它美好，还因为它足够遥远，远到几千公里外，远到10年后的未来，就像一座矗立在前方的灯塔，可以照亮漫漫一生的旅途。离开丘那桶的第2天，我们从察隅县进入西藏。出发前制定路线时，发现有的路段很险，但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样貌。我几乎没犹豫，就选择了它们。风险和风景同时存在，这应该就是真实世界的样子。可以聆听耳边的风，感受山川的呼吸，和自己的内心对话。哎，您从哪里来？准备骑到哪去啊？我从甘肃过来，那骑了多久？骑了2个多月吧。这是第4城市，到骑冰碴山嘛，到墨脱、山南，然后过去到拉萨。就是为什么会
就是开始就是选择骑行这个运动啊？我骑了10年了。那是为什么开始呢？为什么开始我也说不上。怎么会喜欢这个运动？没有什么爱好嘛，就是喜欢骑个自行车嘛。14年开始骑嘛，骑到现在嘛，也骑了10几个国家了。东南亚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这边地方都走了。你就是喜欢骑嘛，啊，在家里边待不住啊，这次是第3次进藏。喜欢骑行吗？当然喜欢。如果问为什么喜欢，我也说不清。我只知道，双脚踩在脚踏板上，不停地蹬踏，就可以一直向前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。那个灰色的8月之后，我第一次产生怀疑：人是不是只要努力，就一定能实现目标？但在我心里，至少骑行好像是这样的。进藏以后的第一个目标是去看冰川。高原上的雨季正在接近尾声，传统牧人跟着牛羊流动，帐篷搭在这里，说明这片草地还足够滋养生命。能喝口酥油茶吗？谢谢谢谢。这是西藏1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，对于想走进冰川的人来说，应该算是很友好的气温。我们计划要去的是人龙巴冰川。查资料的时候看到，人龙巴是一片还没有被太多开发的冰川，去的人相对比较少。你这里开了多久了15年开始开的，现在是17年了，18年左右吧。平时这里骑行的人多吧？今年比去年人多，有些没有来过的那个人，今天越来越多。那你们西藏来到，我们欢迎你们嘛。已经到人龙巴的脚下了，它的海拔有4500多米，绵延几公里。据说可以爬到长长的冰舌上，走到里面去。1年前我登上了雪山，这趟出来，很想触摸到真正的冰川。像很多次奔赴某一个目标那样，看见和到达之间的距离，并不是只靠努力就可以解决。行程一开始我就知道，8月的藏区虽然气温宜人，但雨水会随时带来意外。离冰川越来越近，一场突然的冰雹从天而降。不用谢怎么说？哥们儿，就是不用谢。我。没什么厉害是吧？天气没有好转，只能放弃人龙巴了。我们调整行程往回赶，去然乌投宿。入夜温度骤降，寒风刺骨，心里也有些沮丧。第2天一早，我再次出发，路上看到了彩虹。目的地改为附近一处新发现的冰川，因为新，所以需要向导。站住！好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。
我是来找你哥治伤的。对，我哥去修桥去了。修桥？对对，桥断了嘛，昨天晚上。去冰川的那个桥是昨天晚上雨水多，所以桥断了。我们去看那边修桥的那里。盾珠的哥哥是一个冰川向导，我期待他能帮助我完成心愿。这就是我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桥快修好了吗？下午吧，有可能是。下午。嗯。不知道桥什么时候能修好。风云莫测，这一路上充满了不确定性，让人不得不学习面对那些无力和无奈的时刻。现在你们在烧什么？烧开水。他们在干活嘛，中午要过来吃饭。吃饭啊，对对对，这是红茶，我们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茶叶。那现在这个家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盐。盐？对对对对对对。红茶里面要加盐？要加点盐。我们这边的话，喝茶都是加盐的。哦。酥油茶特别咸，你们应该喝过的。说不上来的味道，感觉在喝盐水。那你们一会儿午饭吃什么？午饭的话，他们的话就吃那种糌粑。糌粑。青稞粉知道吧？青稞粉我知道，然后要捏嘛。青稞粉倒到碗里面，然后倒点酥油，糌粑一倒，捏一下就特别好吃。你们家里有多少头牛啊？多的就40-50头。像你们现在还保持这种传统的这个放牧的方式？对，是不是？很保持，对，这个传统比较要保持留下去，一个传一个嘛。桥还在修，计划又被打破。按照盾柱兄弟的建议，我第3次调整目的地，跟着他们去来古冰川。那是藏区最大的冰川群。因为行程安排，这是我可以去寻找冰川的最后一天。像这个冰的话，1000年冰，1000年冰，对，冬天的话更冷。是不是只要努力，就有回报？我还是没有答案。有太多时候，我们被迫调整目标，不得不暂停演员生涯后，我开始专注地写歌和唱歌。我依然愿意在每段路上竭尽全力，虽然未知的路上依然举步维艰。从4500多米的高度下来，前方到站是海拔1200米的墨脱，可以看到地球上所有气候和植被类型。藏语墨脱的意思是隐藏的莲花。我专程绕道来看这朵神秘的莲花。从千年冰川进入亚热带森林，直降了3000多米，最痒的感觉让身体懒懒的，很舒服。前一天还是高远宽阔的天地，现在见到的是近在咫尺的一草一木。一直喜欢自然，但并没有深入了解过。从这个角度看森林，也是第一次。在林子里走了大半天，心里慢慢安静下来。也不着急赶路，可以走走停停，仰望一下头顶上的树，或者低头看看不知名的小花。
这2年从谷底向上挣扎的经历，让我理解了一点：找到内心的平静，可能是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最难的事儿。但如果能拥有这样的平静，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力量。8月对墨脱是一个很普通的月份，不是最绚丽多彩的花期，也不是动物最活跃的时候。但我在墨脱遇到了最珍贵的东西，那是历经了跌宕起伏之后最需要找回的平静。走过冰川，告别了森林，开始想念人气，想念烟火味。离开墨脱的时候，大雾弥漫。这次出行，为了多留时间记录遇见的故事，并不是全程骑行。我想用不同的方式，去体验不同的路途，看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人。通麦，川藏公路边的小镇，是个给人休息的地方。听说镇上有一个著名的骑行者据点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放点猪油炒得好吃一点。火太大了。我刚刚听你打电话，它都是现抓的。对，现抓的鸡。山上抓上来。对。它这个鸡基本上都在山上的。都在山上跑嘛。我看这个爪都黑的。对。我年轻年进的西藏，我35岁在然乌的时候，回到家的时候，别人怎么说我？大姐，你50几岁了，你孙子有多大了？当时那时候你不知道，是想哭得很呐。之前好辛苦哦，在这儿待哦。还有这个是芦苇菇，你看嘛，好几种蘑菇。这有什么就是动力一直让你支撑你啊，一直在这个地方？动力嘛，就是为了养家噻。上有老下有小噻，为了多挣一点钱嘛，所以一直在这儿待了10-20年。就在那慢慢熬。熬。对。原来我21岁那年8月骑行经过通麦时，向大姐的驿站已经在这里了。年轻时一心只想着目的地，对沿途的很多人和事都只是一带而过。香啊！那时就算遇上了向大姐，也不一定能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。来，不让我来，是不是还少？7个人，那边8个。虽然说我累，但是我每天好开心哦，每天都这么开心。有一个钢筋老太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网上很出名，她身上做了好多次手术，打了好多钢筋，又来骑着川藏。还我记得天津有个小伙子，他在我们家住，他说他们要搭车，我自行车烂掉了，我就是爬都要把他拉下去，我绝对不会搭车。我就看到那个骑行的。在路上很开心的时候就开心，一到了家的时候累了不开心，就把自行车放到地上，你见过没有？把自己的自行车用脚踩，当时把脚都踩歪了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4个人，我给他打赌，他说的大姐你们面条多少钱一碗？我说不讲碗数，8块钱管饱。他说你不要反悔哦，慢慢一高压锅，一人一盘，真的是把一个个面给我吃得光光的。几个人？4人一大高压锅面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没有音箱，他们就把他们手电筒照起，把那个啤酒瓶子，把那啤酒灯的气花一开，电筒一开起就是那种光嘛。哇，那天晚上我家里面好热闹哦，住到镇上其他家的人全部跑到我家里来了，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。只要我一说起这个，我就开心的很，因为他们跟向大姐聊天，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。
加的好友太多了。有时候我的思路会跟不上他的语速，但有什么关系呢？被他的快乐感染就好了。来来往往的过客，在这里存放和交换各自的人生故事。这些故事填满了向大姐的内心，变成了她自然流露的温暖和善意。所以你看，好多骑友他肯定发过去，说我们这儿条件也好，价钱也不贵。我们下面先去买配菜。对，先买新鲜菜，新鲜菜买回来再去买鸡。对，再换个袋子买点这个韭菜，这个新鲜的四季豆嘞，可以了。还买点西红柿。西红柿。对，这西红柿好新鲜啊。再买个西瓜，这边种的西瓜。什么付钱吧？来，我来。等一下我来给嘛。我请大姐。不要，真的我来。不要，那不要是他的钱。加60。大姐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、喜欢的歌手啊？有。谁呀？就是那个甜蜜蜜那个叫啥子？邓丽君。哦，我最喜欢就是邓丽君的歌。甜蜜蜜。她的歌我听北听不厌。你笑得多甜蜜。对她那个。歌听了有一种，就是假如心情不好，一听了心情马上就好起来了。他的音乐听得很舒服那种。就是你这个可以剪辑，有些可以不放是吧？你不想放的东西，你跟我们说，我们都会把它剪掉。就是刚刚我跟我老公说那些事。很久没有人这样毫无顾忌地向我敞开自己了，当然要替他保密。但是，被人信任的感觉真的很幸福。这就是我之前开的那些店，签了名、留的言，这些栽的花。所以你看嘛，这就是他们来这里写下自己的心情，留下他们自己的。还有人写的诗哎，开心的事嘛，就写在这个墙上嘛。也有写的有不开心的事情，也有。在向大姐面前，我就是我，爱说话，爱笑，爱每一天的我。我想找回来的那个我。再找一颗，再一个颗，兜里，再找一颗。写完了吗？之前一直在想，记录这次出行的影片应该叫什么名字。突然间好像有了答案。这是我的8月。2023年的8月，和真实的人一起重新开始。通麦天险曾经是川藏南线最险的一段路。11年前我骑行到这里时，还没有这座最新的通麦大桥。以前那条路坑坑洼洼，有很多裂缝。那时候因为年轻，也因为一无所有，所以并不觉得害怕，一心只想着即将展开的未来。出门10多天了，回到318国道上，骑行的人多了起来。Come on, baby! Morning! Go, go, go! 今天18天。第一次来的时候是16岁，然后这回是第一次来是高1，这回来是研1，然后第一次把心放在这里，第二次把心拿回去。7月初出发的吧，11月底、12月那会儿到的。本来当时想辞职了之后2年时间把全国走一遍嘛。我们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，所以这一次刚好又能约到人一起组队，自己也有时间，所以出来先完成一个小小的梦想。他死的时候刚好就最后一个夏天，最后的100公里了，第2天就可以进藏了。他从来没有来过西藏的。
第一次进藏，但是我车高温了，我等了会儿。自己有意义就是有意义，因为他今年马上小学毕业嘛，小学毕业呢，马上读初中了，接近4000公里，13岁对不对？他要来骑的，要不是他要来骑，我怎么可能来骑？而且他小学毕业这次不出来骑的话，可能后面就没什么时间了。是我陪他。3、2、1，茄子，茄子。OK， 谢谢。在路上，我是谁，我叫什么名字，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看见他们，他们看见我，这就是全部。90公里。哎呀，一路平安！巴松措是到拉萨之前的最后一次停留。我们落脚的地方是一家漂流中心。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当我们上船之后，一切指挥都要听我们的船长，船长是最高的指挥。哦，水好清哦。是的，因为它前面经过沉淀之后啊，在4、5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水是会比水就非常好。而且5月份是杜鹃花，还有雪山。这个速度的话，快的地方可以达15、18都有。所以报告有一段10公里的样子，它只需要25分钟。那你想想，它的一个速度是蛮快的。来的路上听到一个传说，巴松措有一座湖心岛，岛和湖底是不相连的。无根的小岛一直漂浮在湖水上。等到跟漂流中心的主人熟了，我发现他们似乎就是主动选择了一种看似无根的生活。你们俩是校友？不是，车友，骑自行车认识的。啊，所以就是说，也是想。刘萌是广东人，多拉是重庆人。他们曾在云南、西藏的很多地方停留，又离开。这个浪漫故事的起点是在骑行的路上。对，他说我补充。挺有意思的。当时是07年，我骑着自行车出发，然后跟几个男生一起，然后走到玛丽干戈的时候，我想停下来住几天。但是那几个男生他们不愿意。然后他们就说：“那你住吧。”我们走了。对，我们走了。他是在06年。骑过川藏线，就作为前辈嘛，然后跟他有了那个电话联系，然后就多请教，然后他都会每天告诉我，你后面那一天会遇到什么样的路，然后你要注意些什么情况，就特别细心。然后当时他就问我，他说后面的路你准备怎么办？我说我一个人也要骑啊。是第2天，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他说。我觉得后面的行程你一个人很危险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等我，我过段时间把工作结束了，就过来陪你一起骑到拉萨去。当时我还挺开心的，我觉得，哎呦，这个男的还挺负责任的，不是说丢掉啥都不管了哈就过来哈，然后而是要把工作先结束，然后辞职，然后带着他的自行车再过来。等1个月到的时候，他说他来不了，他说再等半个月。反正1个半月还好，他来了。他说我会陪着你骑到拉萨，继而希望是一辈子。就是什么样的动力会让你去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就是说你等我1个半月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就是男人做出承诺嘛，对吧？一见钟情吧。有点威力啊。在路上一见钟情不算是新鲜的剧情，难得的是，一起走过10几年，依然保持着对彼此的欣赏和理解。他们相爱的勇气让我感动，
但更多的感慨是，他们向我证明，生活可以有无数种可能。我们探索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一起探索，也挺好的。跟书一个一样的呀，中间一分。我们不觉得因为有了小孩，然后我们必须就要回去过那种朝9晚5的生活。没有说一定很强求说一定要城市或者一定要这个原生态或怎么样，我们尊重他的天性。想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能性，你也有很多可能性。我希望他有一天他能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，能够用他自己的意愿去走他自己的路，而这条路没有绝对，没有唯一。OK。7岁的达达跟着爸爸妈妈去过很多地方。放了学，他经常在漂流中心疯玩，也会被妈妈带到城里去上钢琴课，在山野和城市之间来回切换。因为热爱户外，刘萌和多拉先后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并不清楚未来路上会遇到什么，但就这样彻底改变了生活轨迹。当我决定重新出发的时候，也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。坚持走下去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但我知道，不出发，一定会后悔。我虽然说没有直接找到答案，但是我发现我不迷茫，我觉得我轻松很多了。刘萌说，第一次到拉萨，感觉是天堂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境。第二次却发现是弄堂，原来那里也充满了生活气息。第三次再到拉萨，觉得像澡堂。在人间烟火后面还有很多的光，可以帮人们洗去心里的尘埃。这一路上遇见的每个人，各有各的悲喜、烦扰和渴望，也都在追逐各自的光。旅行就要结束了，这或许只是一趟很普通的旅行，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常。拉萨，我也到了。我们一生都在寻找答案，和雪山冰川相遇，和草地牛羊相遇，和陌生的人们相遇，都是为了见到自己。2021年的8月，像一个黑洞吞噬了我。之后8月，就像一道永远的伤口。不知道那些持续不断的伤害什么时候能停止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但我终于再次走进人群，一遍遍地跟人打招呼、握手、拥抱，一遍遍说出自己的名字。在无边广阔的世界里，疲惫不堪，不由自主，遗憾和惊喜。3餐茶饭，简单的笑容，兄弟，梦想，还有爱情。
都真实的存在。那是我继续走下去的理由。拉萨不是一个终点，它在我到达的那一瞬间就成了起点。8月就要结束了，往后的每个8月依旧会来，我依旧会在路上。